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月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抄底成功，但阿哲认为这一样还是一次反弹，只能短线看涨。特斯拉酒后13如期超跌反弹，但这一次的中期底部能不能形成，还需要继续的跟踪。扣位买入大涨，绝处逢生后，趋势能不能反转？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97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有关目前的指数环境，而这也是我们本期视频最关键的内容，因为只有分析好了指数的方向，你在个股交易上才能够如鱼得水。像之前市场下跌时，你不管发现再多个股出现买点，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打掉止损，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好的买点，后续都容易失败。而你会发现，在我们上期视频讲到市场下跌低点将要到来，左侧是可以越跌越买。这种情况下，你在周四所下跌买入的股票，其实在周五市场大涨的时候，你的手中的个股基本上也都能够赚钱，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指数环境要先看清楚，而后我们再去做个股交易。在第2和第3部分，阿哲才会进入到个股的分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MD、HOOD、APP、SOXL、Circle、OKO、PLTR、Coin、美光、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您会看到我们的目录当中有很多的个股标的需要阿哲去讲解，所以一般视频时长会偏长。当然了，阿哲也知道您不是说每只标的都感兴趣需要去收听，所以阿哲也把每一只标的的时间轴分好了段落，您点击对应段落就可以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标的内容了。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不过阿哲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可千万不要跳过，它呢是最为核心的、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目前的市场的分析。那么有关于为什么上期视频要讲到下跌，我们应该去买股票，哪怕再跌，我们应该也是大跌大买。这个观点是来源于市场当中的背离，就是指数之间纳指和标普的底背离。那么对于这个知识点，老同学应该熟悉。如果您是新的观众，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阿哲的讲解。当前的纳指是对于前期这一个低点以及标普对应的时间的低点有一个背离。你会发现纳指这一波下跌创了左侧这个低点，而标普是没有打破这个低点的。所以市场在这种过程当中叫底背离，底背离呢将会产生一个向上的一个机会。那么曾经这个高点形成时，我们提醒了风险，那么当时用的是顶背离。纳斯达克指数上涨却没有创出31年10月份的一个新高，而标普早就新高，这种是顶背离，所以产生了风险。所以这一波下跌，您在高位可以用背离来发现风险，而在目前的低位可以用背离发现市场的机会。好，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些观点的回顾。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有关于第一部分212的变盘。这个变盘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一些 K 线的转向的可能，是阿哲相对比较喜欢，也经常的分享到的一种变盘技术。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当中在近期呢出现了4种变盘，它都属于212的变盘。这种变盘只要看 K 线的颜色就能够识别出来，当然最好你不要单独使用，而是结合一些其他的技术分析来去判定。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去识别212的变盘。所谓的212，它指的是 K 线的颜色，就这个方法呢，就只看 K 线颜色就可以了。就2种同样颜色的 K 线，而后中间有一根不同样的颜色 K 线，再加2根同样颜色的 K 线，就会构成我们所说的212的颜色交错排列。我们来举个例子，之前的这一波下跌，市场呢出现了2根的阴线大家注意了，不看收盘只看它的颜色就行。2根下跌的阴线，而后中途有一根阳线，后续又出现2天的下跌 K 线，这样就构成了212的组合。这种组合产生时最好是单边行情，那么它的变盘往往是加速之后高点转折的地方，或下跌加速时低点转折的地方，概率是比较大的。如果是震荡行情的话呢，它的转折的那种感觉会小很多，它的意义呢会小一点。所以当时这一波下跌是一个单边加速下跌，而后产生212的这种颜色交错。那么怎么去识别变盘呢？也很简单，当这种颜色规律被打破时，如果产生212的颜色交错后比如说像之前这里它是2根阴夹杂的1根阳线的212，那么后续2根阴线后再出现1根阳线，这属于
它的一个规律被打破吗？那么就不是的，因为2根阴后本来就有一根阳线。好，那么一根阳线之后，正常应该接2根阴线，但你会发现它的第2天是阴线，所以这一天还是属于规律的延续，颜色呢还是212，但后一天呢却变成了一根阳线，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是后面2根也应该是阴线的，但其中呢有一天打破了这个规律，那么这一根 K 线的阳线就属于变盘点。而如果是加速下跌212，那么这种变盘大概率是一个变盘低点。当然，我们的确认信号呢，就是股价去突破这个变盘 K 线的高点，那么更容易呢产生一个转折的意愿向上。所以这个地方是当时的一个低点变盘，我们当时也讲过这个技巧。然后市场呢，在当时的这一个变盘点上也产生过212的变盘，前期这里是2根阴线。1根阳线，2根阴线但可惜这一波当天下跌，它没有走到212变盘见到低点，而是中途有一个拐角。好，后续它的变盘点呢是通过上涨而导致的变盘高点，2根阴，1根阳，再加2根阴，后续呢有1根阳线是正常的，那么1根阴线也是正常的，但是阴线后的阳线不正常，所以这一天本来是阴线却收了阳线，它是一个高点变盘。那么后续股价因为是上涨过程，而且有加速上涨，所以大概率是一个变盘高点，再加上呢有压力位在这附近所以这个地方后续产生了下跌。那包括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也是2122根阳线1根阴线的212，后续呢走出2根阴线变盘，那么这个变盘点呢是一个低点，但是因为它是个震荡行情，所以这个变盘的走势呢只是略微的反弹一下继续呢下跌。好，那么像近期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很标准的212加速变盘，股价下跌出现了2根阴线1根阳线2根阴线。好，这一天本来是阳线的，却是一个阴线，所以这一天是一个变盘。又因为212基本是加速下跌过程当中产生，所以这个变盘是低点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当时这里呢，我们说下跌越跌越买，也有一个这方面的考虑。而市场在周五时出现突破，这种属于右侧确认变盘低点的可能性。所以当下的这个变盘低点和前面这里是属于同样的一个类型，那么同样也是后续被强势阳线突破，所以当下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反弹低点的产生。那么在反弹的时候要关注上方的一个压力位23000呢，它目前是快速站上，所以这里呢不能算是一个特别有效跌破，因为它不够3天。那么站上之后要小心，下周如果直接收高开低走阴线或者说回落的力度比较强，这种可能是一个反弹结束的信号。那么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周五呢确实比较强势，它更大的可能性是它想要去往上去触碰23400，是否跌破有效，所以有可能会走一个下跌反弹，然后23400作为首要反弹目标压力的一个过程。所以下周如果能够继续延续反弹，而不是快速跌破23000，那么我们的目标其实可以看到23400，那么这呢是一个关键的本次反弹的一个压力位，或者说首要的目标位。那么以上就是对于当前这个变盘低点的一个识别，目前是右侧确认低点确认有效，那么后续呢它大概率还是有一段反弹可以看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部分，叫日内的变盘点。所谓日内变盘点，是阿珍呢每天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写到的一个盘前广播当中所包含的一个日内变盘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15分钟图表，在左侧呢就是阿哲盘前广播所去放置的一个每天日内的变盘时间，阿哲会在盘前去进行公布美股开盘之前会给到各位。只要您是订阅粉的同学您呢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有看过这个变盘时间。而如果您是今天新订阅同学，后续呢可以找助教去领取这个美股盘前的一个变盘时间和阿哲的一些盘前广播。我们看到最近的变盘时间，那么像2月5号的盘前变盘点，它是一个日内的11点，还有凌晨的2点，这个时间是阿哲这边的香港时间。所以如果您的时区跟阿哲不一样，那么记得换算一下。所以当时我们盘中香港时间11点，市场是一个反弹高点，而后周四呢，在凌晨2点时，它也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这两个变盘点呢，都属于高点的变盘，然后股价呢，在遇到它之后都出现了回落。在2月6号的时候，变盘点出现了不同的一个情况，它在第一根 K 线10点45分时出现了变盘的一个加速，那么也就是说，它这里是一个变盘低点。那么10点45分确认了变盘低点，后续股价从一个变盘点涨到了另外一个变盘点，才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所以当前的日内走势15分钟也有所变强，因为它的低点变盘的力度开始变化。像之前的低点变盘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反弹，是吧？都是一个小反弹，无法去打破左边的一个高点。那么像这一次呢，价格上涨遇到高点变盘回落的时候，没有创左边新低，而后能够再次的上涨。这个变盘低点直接把左边的高点给突破了，
所以当下的走势15分钟从价格变化，从时间周期的一个变化，可以看出它整体的多头是开始变强的。而我们在昨天的盘前观点当中是不是写到市场当中15分钟日内的交易策略可以等待一个黄带突破后的回踩？那么那个黄带回踩的买点在哪里呢？我们稍后会在第3部分去讲到。那么接下来阿哲要讲一下的就是在下周一的时候，我们日内的第一个变盘时间是什么？它一样呢是阿哲这边的10点45分，也就是说是美东时间9点45分，是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所以下周一我们还是要关注第一根开盘的 K 线。只要在那一根 K 线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一种现象，就像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这根开盘的 K 线，它也是第一根要关注什么呢？关注它后续涨不涨的问题。就只要这一根 K 线是变盘点，而后它能够延续上涨，那基本上多头就还是强势的。要担心的唯有一种情况，就是开盘之后第一根 K 线它见的是一个高点，而后回落的力度呢把临近的低点给打破，这说明这一波反弹它日内开始走弱了。所以我们要关注15分钟临近的这个低点，以及下周一第一根15分钟 K 线。如果那一根 K 线是上涨的，那么要注意了，它之后能不能继续涨，以及它之后如果回调会不会收盘击穿这个低点。如果出现了再一次高点变盘往下击穿临近低点，这说明在日内15分钟可能是时间上的一个走弱。而如果市场出现高点变盘回落却不击穿左侧低点，那么可以寻找一个低点变盘去买入。那么在下周一开盘之前，阿哲会把周一的时间变盘点也写在盘前广播当中到时候我们会去讲到。希望以上的第一部分日线变盘和第二部分日内变盘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如果听到这，那么我们的老同学们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小红心，点上您的宝贵点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谢谢您照常的支持。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本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那么只要显示了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您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也同样点开，那么之后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您都会被通知到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后续的分享和知识点的一个讲解了。那么阿哲也希望未来每一期视频能够对您都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而同时，如果您是今天才刚点击订阅的新朋友，那么在点击订阅之后，您也记得如何能够去领取我们的一些订阅粉丝福利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美股盘前广播，您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您点击卡片，那么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您跟助教老师说您是新同学，刚订阅阿哲频道想要领取一下未来的盘前广播。那么在下周一开盘之前，那么助教老师就会告诉大家怎么能够拿到阿哲所写的盘前广播了。不过现在呢，阿哲还没写好到时候美股盘前阿哲会去发布。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以及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阿哲要讲一下目前指数的趋势分析。当下呢，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图表上呢有一些我们的信号 K 线，以及呢一些趋势类指标。那么这一套模板，阿哲称其为山海趋势图。那么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在市场当中识别一些高点的风险和低点的机会以及趋势的一个识别。这一套模板是阿哲呢和阿哲团队的老师所去设计的，所以希望对大家也能够产生一些帮助。只要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这个模板您同样也可以跟助教老师呢去进行领取安装，去体验使用。我们来看到最近的一个行情走势，上周四呢股价继续下跌，那么它出现了一个信号 K 线，是一个蓝色的 K 线。这种 K 线呢是叫做踏浪 K 线，它只要出现就说明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短期的超跌行为。那么像曾经这一个地方它也是一个踏浪 K 线这里也是踏浪蓝 K 线。那么只要是短期调整，那么出现踏浪 K 线，它都意味着市场容易有反弹出现。所以之前的蓝色 K 线我们都有做出提醒，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的。昨天的盘前广播再次的提醒有蓝 K 产生。那么市场如果按右侧的买点，就是如果下跌你不敢买，你不敢越跌越买，那么右侧呢就是等蓝 K 消失，或者说更保守一点是蓝 K 被反包，就构成右侧的抄底买点。像之前是吧，蓝 K 消失或者收阳线，或者蓝 K 反包作为看涨点。蓝 K 消失或者说这个被反包附近呢有什么反包 K 线作为看涨点等等的，都可以作为一种买点。而它的另外一种相反的信号，也是之前我们所提醒过的盘前广播当中讲到的这种黄色的 K 线，
它叫做金顶 K 线，一般产生时说明市场有一个高位的风险可能。当然，你如果结合一些背离啊，或者说变盘高点的可能性啊，叠加一起用，效果会更好。所以黄 K 产生时，我们经常会提到不要随便买股票，不要追涨。而蓝 K 产生时呢，如果你之前没有高抛，到这里就没有必要卖股票了，应该想的是可能有一个低吸的机会。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高位风险后下跌，而后来到了低位的机会区域，这里产生一个反弹。那有同学可能会问到，就为什么这里是看反弹呢？好，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下的市场趋势界定了目前只能先看反弹。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它的一个飘带代表的是一个中短期的趋势，目前中短期趋势它已经转为黄色带，说明市场的趋势下跌的啊，所以波段是下跌的，波段下跌有短线超跌信号，那么不就是说明这是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的反弹吗？下跌趋势是下跌时它无法去反弹新高，而后容易新低，这种叫下跌趋势。而如果市场出现是个蓝色飘带，比如说你手中个股啊也是这种蓝色飘带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下跌时找的是什么？回调买点，因为上升趋势是容易新高的，所以黄色飘带呢是不太容易新高。所以只要市场是处于黄色飘带当中，它的每一次下跌，哪怕有蓝色 K 线，是吧？你最多就看个反弹啊，哪怕有一些更大级别的白色 K 线啊，更大的超跌，也只能说看一个反弹线。只有转为蓝色飘带啊，才能够做回调买点的动作。所以目前在日线级别，你只能说先看看反弹，然后反弹的压力呢，除了刚才所讲到的23400，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飘带的下沿。目前飘带的下沿是23337.80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共振的压力区。现在市场环境只能说是一个中短线超跌之后啊，对于下跌趋势的一个反弹修正。而我们再看到日内15分钟的图表，昨天所谓的突破飘带回踩的买点，其实就是在开盘之后啊，确认变盘低点回调不破紫色飘带，这是不是一个回调紫色飘带的一个再次买点信号？正常来讲啊，如果一个趋势是黄色飘带，不管是15分钟还是日线啊，它只要是一个黄色飘带，就说明是下跌趋势。下跌趋势哪怕有抄底机会，一般就是反弹，是吧？抄底机会也只能说看个反弹，哪怕有蓝色 K 线啊，有白色 K 线啊，也只能看反弹。唯有一种情况产生，我们才可以开始认为它有机会是本级别的反转，就是飘带能够突破，然后回调能够不破，市场后续才能够延续看趋势波段。所以当下就是回踩有买点就可以加仓啊，回调有买点就可以加仓。在昨天啊，你可以买入右侧仓位15分钟1次和2次。现在呢，股价依旧上涨，依旧能够破左高啊，所以我们依旧往上看。那么15分钟日内的一个压力就是这个龙门线作为首当其冲了。好，那么龙门线的压力可以看到23169.68，在下周一时要小心，如果第一根 K 线是上涨的，而后它是我们的第一根变盘 K 线，碰到龙门线之后，如果是滞涨，就小心是一个高点变盘。回落时关注飘带，不要跌破。如果高点变盘下跌还破飘带，那么说明这个日线的反弹有可能是一般般的，它的利润可能就到此结束了。而假如高点变盘后回调不破飘带，继续走出反包阳线，那么依旧看涨，那么推动价格的上涨，我们可以看突破龙门线后的上涨。那么以上就是第一部分我们对于指数的3个维度的分析，在趋势上，在左侧，在变盘上都为大家去做了一个相对详细的讲解，希望下周的行情能够以此作为一个参考的方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而对于指数有所研究判定之后，我们再去看到个股的环境以及它的操作策略。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我们有3重福利是给到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的。只要您点了订阅啊，您动动小手指点了订阅，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我们的3重福利分别是山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那么刚才的那一个指标模板，您呢可以跟助教老师去安装体验1周时间。您在这1周内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个股是否有机会，是否是符合我们所说的一个上涨趋势，还是说是下跌波段。那么第2重福利就是盘前广播，盘前的点位解析以及时间的变盘点。第3重福利呢，就是有一些内部的课程，大家可以去学习。您只要是订阅阿哲频道，那么阿哲相信您对技术分析应该是感兴趣的。我们内部呢也有一些不公开的，只针对财生同学和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些内部支持课程，它呢会比我们平时所讲到的内容可能会更加深入，更加实战一些。
希望这相同福利都能够帮助到您啊！您同样的可以在订阅阿哲后点击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助教，然后去领取3重福利。或者说，您可以在我们底下的评论区看到阿哲的置顶评论，阿哲呢也发了一条评论，这条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不过因为目前临近我们的农历年底，所以最近呢，在内部课上有一些调整。大家现在，如果您是才刚看到阿哲频道啊，那么在年末了，您所去跟助教老师所领取的，可能不是我们每周的直播课程，而是过往的一些精彩回放。像我们之前有讲过一套叫穿越牛熊趋势套利的一个方法，这一套方法呢，也是对于趋势、对于波段有了比较深入的一个讲解，是曾经我们的一套内部课程的一个回放视频。大家如果是今天才点了订阅的同学，那么可以在近期呢去找助教老师领取这4节视频，而后呢可以好好去学习一下我们的上海趋势图如何使用，我们趋势交易呢应该注意什么。那么阿哲也很希望大家在首次见到阿哲点击订阅之后，就能够开始在技术分析上有所成长。感谢您的评论、点赞和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我们将讲到个股解析。第一支标的我们还是讲到特斯拉。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上你会看到最近是不是打到了一个下方的趋势通道上，而它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那么当下这个动作呢，有点像是找人之心啊，但是不太标准，因为这根阳线呢力度不太够，它没有去吃掉啊前面这一根阴线的实体一半，反而有点遇阻回落啊。当然整体来讲还算 OK 啊，因为它是一个10日星或者说长线影线之后的反包，所以说明这个支撑位呢是有效的。然后我们再看到上海趋势图上，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我们先看到它的一个九转结构啊，以及呢技术13。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市场呢在九转之后，它还有可能产生一个惯性下跌。这种惯性下跌呢，往往会在9后的13产生一个另外的衰跌点。所以当时九转在这里出现，然后9后13呢是在我们周四的时候产生啊，这个9后的13。在9后13产生的时候，一般我们的买点会有2种，一种是偏左侧的，我们说直接呢你就在13的 K 线这里收盘买，或者说下跌买进，这种是比较激进的。好，这种买点之后，你的一个止损位可以放在380.41啊，就类似于之前这波下跌在九转之后啊产生的这种波动，你的防守位一般就放在411.84。当然这之中啊，所以上涨时你是去高抛啊，去止盈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如果是做左侧想要把握一个相对大的一个底部的话，你可以放弃一些利润，然后呢用我们所看的左侧止损去把握一些方向。现在也是一样的啊，你在9后13产生的买点后，可以用380.41呢去看待当下的一个防守位置。而后我们再看到目前的趋势环境，上海趋势图的表现。那么当前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了。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一波下跌是不是打到了龙门线啊？龙门线加9后13产生了一个共振啊，市场出现一个反弹，反弹力度不算强啊，所以当下来讲，左侧的话，刚才我们说就直接下跌买进；右侧的话，一般就是等一个收盘价比4天前高的 K 线。目前的4天前是1、2、3、4，所以收盘价呢是没有比4天前高的，这个不算是一个右侧买点，只能说是一个反包啊，另外的一种前带子突破的一个买点。那么当下的一个中短线来讲，它是一个空方趋势，空方趋势的特点就是它容易有一个新低，而不容易有一个新高，所以最近的下跌是下跌反弹，下跌反弹下跌，是吧？难以新高啊，高点呢会降低啊，低点呢会新低。所以目前还是这种格局，所以这一次呢，它能不能构成一个中期以上的底部，关键是反向去打破中短线的趋势下跌，它得要这么去走啊，因为龙门线是一个中期的支撑，所以打到中期支撑往上要有足够的力度去反转，得要把左边临近的这种高点至少要打到一个高点，然后股价回调不去破掉这个飘带，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是吧，15分钟的指数的一个走势要类似啊。所以要有这种格局、这种构建产生之后，中短期的底部才会更加稳固，那个时候右侧仓位才可以去更好的去加上。目前就只能说试探性的左侧仓位，像之前这种地方是下跌哪怕有蓝色 K 线，哪怕有前带子突破，我们就是左侧看涨只有股价走势强劲而后回踩不跌破飘带，是吧？你可以继续去看另外的再更高的上涨空间，一般呢就是能够新高。它就是还处于左侧的一个底部的构建，底部的确认右侧呢就最好能够在本次上涨时能破飘带，如果依旧不能破飘带，那么这个地方可能要么是震荡要么就是这个龙门线迟早撑不住所以当下左侧把握低点看涨，但右侧相对来讲上仓位的地方还不够，
所以目前的压力呢，看这个龙门线，所以目前的压力呢，看一下这个趋势彩虹带的一个黄色带，我们看到上方它的压力位其实就是牛龙伏虎线的这两个数值。424.497和436.893啊，作为当下反弹的关键目标，一定要强势过啊，强势过之后回踩不破，那么后续才更容易产生中期以上的底部行情，否则还是受限于中短期下跌，就要小心一点。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就比较疯狂了，最近啊，在之前这个复阴线出现高开低走之后，虽然做了减仓，但整体来讲，它也算是构筑了一个下跌反弹再下跌的结局。之前我们认为的是在龙门线附近产生的这种低位反弹机会啊，可以看一些中期以上的一个上涨，但这是因为财报周的影响，市场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把这种格局给打破了。所以当下我们只能说等一个超跌反弹啊，目前呢是一个白色 K 线，并且是破了龙门线的2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波超跌反弹的一个产生，不过它已经不算是强势了，因为指数它出现强势的一个反弹之后，它是保持一个下跌的。现在我们需要等待白 K 的一个消失，而后出现反包 K 线，可以看一波对于龙门线的怪力的修复，而后这一波反弹要够强，回归龙门线之上，才有可能去重新看到中期以上的上涨，否则这里啊龙门线如果是产生压力的话，或者说这个缺口直接就难以回补的话，那么市场本次反弹它无法跟随市场去把这个缺口补掉，那么后续下跌再破低点，那么这个趋势就彻底走坏啊，就特别小心。而假如这个低点白 K 后消失反包啊，强势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反攻，那么能够成功站回龙门线之上，就说明这一次只是一个财报后的错杀啊，后续呢依旧中期以上还是能够看涨。所以我们来看到目前的关键价格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沿，就这个缺口的上沿，它呢是 220.38， 然后龙门线呢是 227.641。以上是亚马逊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在英伟达的图表当中，那么昨天的英伟达算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涨，是吧？走了一个强势的底分型，所以强势底分型一般意味着止跌的强力，而多头瞬间的反攻啊，所以当下这个走势是属于一个震荡行情当中啊，它是不是到了震荡区间的一个下沿附近出现了止跌行为啊？说明当下呢这个下轨还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之前很多次呢也是达到了这低点附近，产生了比较不错的上涨，所以当下啊也是低点没有去打破前面低点，而是低点依旧在抬高的，所以目前这波上行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它能不能继续啊站回到之前的这个颈线之上，而后站稳啊，否则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压力。我们再看到上海趋势图上的一个趋势解析，当下呢我们所看的就是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那么从图表当中啊，这个龙门线它是不是走出一个向上的一个格局？所以说中长期依旧是看涨的。中长期看涨之下，最近产生这种中期的调整，它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去触及龙门线啊，修复一下这种乖离。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英伟达它已经在龙门线附近，是吧？跟特斯拉差不多啊，就一波中期调整之后来到了龙门线，所以只要一个趋势是上行的话，龙门线附近是有机会产生中期以上的一个上涨，或者说是底部的。而当下的这个地方是触及龙门线产生特别强力的一个上攻，所以说明龙门线呢是一个支撑啊，依旧是有效。龙门线的价格在 177.599。后续这里要关注，它已经转为了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说明只能先看个中短期的反弹，所以这个地方它如果后续如果是回落的，那么龙门线一定要撑住，那么这么去走趋势才能够开始走好，否则这里就真的是一个反弹。如果是后续回落是跌破龙门线，是吧？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中期底部了，所以就要小心。当下的一个走势是一个蓝色 K 线反包突破，所以这里一般来讲是作为买点，但是这种买点啊，因为它是个长阳线，所以长阳作为买点的话，一般找回调去买进会更好。直接追的话，那么容易呢是在一个衰竭点附近去买入，就会比较难受，是吧？所以一般来讲，作为一个蓝 K 后的买入，最好是相对的实体可靠中阳线会好一点。像这种中大阳线，那么你再去买的话，相对就比较晚了。所以当下看止跌有效啊，但是买点的话，可能找回调买入会更好，要么回调龙门线，要么是突破飘带回踩飘带去找回调买点，会比直接追着买会更好。那么目前这个飘带的价格，我们看到左上角啊是 184.2 和 185.976， 那么这里作为一个撑压区啊，它得要踩过去啊，而后看涨。如果是重新跌破，那么这种地方就小心了。两种格局，一种是继续看多啊，一种呢是小心反弹结束啊，要二次回踩龙门线。
以上是关于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一只标的是谷歌。现在所看到的是谷歌的一个图表。那么谷歌呢，算是预期一样吧。因为这一次回调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买点。我们之前讲过，市场的一个走势行情，如果它是长时间走了一个上涨，而后它都没有调过龙门线的，那么这个时候越是往龙门线上去走，那么它的回调呢，你尽可能仓位就不能像之前低位的时候那么多了啊。所以最近呢，就也算是如期走的偏弱一点，新高之后开始往下调这种行情。它呢再次新高时一般来讲你就要去注意去小心。而它这一波下调，它已经调到了周线上的彩虹带，是吧？之前这一波上涨一直没有调到彩虹带最近呢调到了回调止跌，所以这里如果下周能够借助市场的一个延续反弹，能够继续收出止跌阳线，那么周线上有可能还有上涨空间，但其实也还是相对要注意的。我们还是有一个要小心的点就是它上一周是一个反向的冲高回落。它这个负阴线，是吧？负阴线产生之后的一个周线行情，后续大概率呢还有一个继续调整的一个需要，除非后面能够以反包阳线解除但是那个概率可能不是很大除非它能够去击穿350.15这种情况下呢不太容易。当下的短线行情它也是偏弱，它没有产生跟指数一样的买点它出现了一个破位之后，我们说第一根 K 线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买点的。我们破位的行情一般要看到要么是蓝色 K 线，要么是潜在值反包。它呢都没有所以这个地方至少有一个反包阳线才去看涨。但它如果是下周一才反包，就说明比市场呢晚了一天整体来讲就不算是一个特别现在去做短线看涨的一个标的不是一个最优选。我们看到破了飘带之后它上方上去的时候有一点点压力，所以飘带的下沿我们330.096作为一个压力，而上沿呢333.38也同样的是一个压力区，它要去走回去上涨，那么得要去这么去进攻才行。如果还是保持上涨后回落就不太好。目前它这里构成了一个相对标准的运线结构所以运线的上沿也算是一个参考点，它得要突破才能够相对的看涨所以它得要这么去走才行。短线当下不是一个特别优选的一个标的，短线不算强势。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其实也一般因为它还保持了一个白玉 K 线超跌然后九转呢到了第8根 K 线，还没有到第9根不过已经有了蓄势，然后有运线，还有一个钱袋子，有一些信号不过没有启动。我们一般在下跌趋势当中，你要注意的是你是做顺势单还是逆势单。如果当前是一个黄色飘带，你的做空是顺势单，而相对做多是逆势单因为下跌趋势它总是容易新低而不容易新高所以价格走势它容易这么走。所以当下哪怕有一个买点产生，你要注意的是，首先只能说以逆势单去看，逆势单的话呢就空间有限，而后不要太高的期望和不要拿太久。我们往往需要等待它真正有效的去站上黄色带回踩转紫色带，后续才是真正做顺势单的一个机会。所以当下只能说等一个运线上破，然后白 K 上破去看反抽反弹。下沿第一个目标位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么下沿第一个目标位就是我们的游龙线165.608作为一个压力，目前也没有买点。只要股票没有产生买点的，其实短线上当下都算是弱于指数相对来讲不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标的了。下一个呢，我们再看到 MSTR，MSTR 就是属于我们的中短期黄色飘带，所以只能说看一个逆势单上涨。那么这种上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强势的止跌行为，底分型，而后又是一个下跌的九转动作所以这里还有一个钱袋子突破，整体看涨。那么作为买点，第一个目标逆势单，第一个是146.176，而上沿是160.286所以最好这波走势要干嘛呢？要突破。像之前这里其实也有突破过一次，但突破之后转为蓝色带回踩，却跌破了，不能够站上所以趋势反转失败。所以一定要突破然后回踩不破紫色带再去看涨才可以。在此之前它是一个逆势单，那么逆势单空间有限，看短线的反弹为主。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我们打开上海趋势图之后，你要先注意的就是你所持有的一个头寸仓位整体是看多还是看空，你要关注你是做逆势还是顺势。如果是黄色飘带并且是持续的黄色飘带，那么你做的任何看多都是一个逆势单为主，那么你的看跌都是一个顺势单。所以价格走势当产生了这一波下跌时如果您看到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那么每次的上涨都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除非它有一次能够突破站稳，
再说啊，否则的话每次上涨到黄色带附近啊都要小心风险。当下呢是不是也是一个运线啊，也是一个白玉 K 线是吧？还没有突破啊，所以你哪怕突破也只能看一个逆势单。所以当下就是空间有限，我们看一下它的下沿啊是436.86啊，作为一个首要目标。当然突破之后啊，如果走势弱势，它也不一定会碰到这里，只是说作为第一个目标。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博通的话呢，在龙门线附近，龙门线附近的话，就说明它如果是一个趋势中长期向上的调整，那么也该结束了啊。所以在这附近出现的震荡盘整是好事情啊，只是我们在弱势行情之下，尽可能不要随意的看趋势能够反转。当市场指数走弱，反转的概率呢，个股也肯定会降低。所以当前对于博通，如果你想要上仓位，最好还是我们所说的啊，能够把黄色飘带的压力给突破先。然后后续的回踩构成这种反转形态，龙门线附近再去找买点会更好更安全。当下就是还在一个压制区，没有突破过啊，所以整体你做多依旧是逆势单，而后它因为是在压缩的状态，是吧？它已经很靠近了啊，这种地方产生的买点可以买吗？也不太建议，因为你买了之后怎么样呢？你也还是做的是逆势，而空间呢目前是比较小的，比较有限的啊，所以正常来讲呢，你要注意的是龙门线不要破。啊，如果反抽到飘带又跌破新低啊，趋势就走坏了。所以当下要的是什么呢？要站上飘带回踩不破，找右侧的买点会更好。它的空间反弹空间是不多的。好，看到上方的一个第一个压力336.810，龙门线324.09啊，注意这些关键的价位，最好是突破回踩找右侧买点。如果突破之后回踩跌漏啊，不行，反转失败。如果都不能突破，直接下跌甚至破左低，那就更加风险。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的话，它是不是来到了龙门线附近啊？就是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这个附近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啊，因为它的左侧有一个大的缺口，不太容易呢被快速的单边去回补啊。之前这里都是有蓝色 K 线的，所以当时这个地方的支撑是被多次确认啊，跌到一个关键支撑，还有龙门线有缺口，然后目前有仿包。左侧呢，其实就是跟随指数一样下跌买入啊，右侧呢就是仿包买入，目前呢就是有买点产生。那么看一个什么呢？看一个缺口的回补。那么缺口要补上啊，站上飘带才有可能是一个反转。那么当下是已经破坏趋势了，就是它把左边低点给打破了啊，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说看个反弹，然后缺口和飘带附近的夹角就是一个压力区。所以目前的飘带它大概是在232.1附近啊，所以这里是个压力。那么如果走势偏弱的话，可能缺口附近就会有一个压力，也就是说它的一个上沿218.58，这是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D 它也是一个单边下跌，但是它的一个买点是出现的，有九转是吧？有钱袋子，有白玉，所以它比刚才所看到的像微软等的一些下跌趋势个股要强一些，至少是有买点出现了，所以这里呢构成一个九转，而后有买点，那么也是逆势单，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96.383作为超跌反弹第一个目标位，这个附近还有一个缺口，所以这里是一个强压力区。一般像这种白色 K 线突破，那么你如果做买点，你可以把白色 K 线这个突破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止损位，那么你做的一个交易就类似于把一根 K 线作为止损，然后用这一个风险去把握上方的一个空间大概是2份收益1份风险2点多吧大概是2.5比1所以这个呢作为短线逆势单可以去做，但仓位要少一点，因为你是逆势单。下一只股票再看到 APP 股价下跌，依旧也是黄色飘带。那么黄色飘带之下，目前是出现了一个缺口下跌，而后有底分型，但不是强底分。那么市场也还是一个白色 K 线所以目前的买点不明确，下跌还是在六转的地方所以这种股票呢，虽然有反包，也还可以但是力度是不强的，所以不作为首选，因为它还在白玉 K 线当中，比指数呢要弱一点点。目前指数是蓝 K，个股如果是白玉的话，一般说明它的下跌是比指数强。所以除非能够有买点产生，不然的话呢，这种股票相对来讲是比指数弱一些。那么缺口做一个压力，而后是一个飘带495.972做一个压力。我们再看到下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那么这一个标的是不是看到它是一个指示带，然后它的龙门线也是向上的，所以它这种股票呢，就是整体来讲你做多是顺势做空是逆势。所以这种个股这种趋势下，你做空的一个利润就会少很多，是不是跟我们刚刚所看的那几个黄色飘带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只要是个紫色飘带，我们整体就是做多是吧？回调找蓝色 K 线突破买入
啊，或者说回踩飘带有止跌有反包看涨。就是顺势单的好处在于它一般容易新高，然后空间呢一般会比较大，然后它的一个容错也会比较高，就是顺势和逆势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那么当下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破飘带啊？破一根破两根，我们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破位，就是它依旧属于砸盘的范围，就跟之前这里是一样的，就跌破一根跌破两根，只要止跌就行，而后只要有反包是吧？后续上涨能够新高，就说明这个地方只是个砸盘，所以当下就是跟踪砸盘的可能性，它跌破两根之后确实止跌。而止跌力度也比较强，有跳空，甚至有缺口，是吧？有反包啊，有强势的一个上涨，也是运线上破，所以当下就是看砸盘低点，然后构成买进。那么未来只要能够继续维持新高，后续是不是都依旧看顺势单是看涨的啊？所以当下来讲，就它是一个强势的上行趋势。不过每一次跌破飘带时都要抱有一点谨慎啊，就是你买啊是可以作为买点，但买了之后要注意了，它一定要新高啊。如果是股价破位无新高，那么就说明趋势依旧是走弱的，所以这个附近是一个压力，价格上去之后一定要新高才行。如果不能新高，反而去往下再跌破飘带，那么这是一个风险啊。所以飘带的下沿目前在58.477作为支撑，如果快速又跌落，相反啊再去破运线下沿，那么这个地方啊，它的方向就要改变了，就是一个中期以上的调整，那么可能要去龙门线附近啊，所以当下依旧看涨，但要小心规范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而后我们再看到 Circle 也是在下跌时出现了白玉，而后反包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构成超跌反弹看涨点，但只是反弹，也只是逆势单，所以飘带的下沿是65.053作为一个压力，这个空间啊大概是这么个多。逆势单不要放太多仓位，整体还是做反弹为主。而后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OKO 啊 ，OKO 之前呢是构筑了类似一种底部的状态啊，但可惜的是遇到市场环境比较差，它把之前所构建的一个龙门线附近的中枢给跌破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认为这个中枢跌破之后产生的就是一个压力，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一个中继形态。那么中继形态的话，往往它下跌啊，它可能对应的这一波就是之前的这种下跌，就同级别的一个调整。所以目前要小心的就是它往上反抽不过黄色飘带，而后也无法出现强势的把之前这个箱体给突破站回来。只要不是这种快速的强劲突破之前的箱体，而后站回来这种动作它这里就无法反转，那么它就会从一个中期底部的可能性转为中期顶部的可能性。那么这个下跌就是中期调整的一个中途阶段，那么后续还有下跌空间啊，所以这一波反弹到黄飘带附近，只要走弱，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标的。当然，结合指数环境，最好当时指数也确实是遇到高点压力会更好。所以当下呢有一个上台柱啊，又有一个反包，所以当下先看超跌反弹，目标81.274以及龙门线89附近啊，89、90附近，只要这一波反弹到这附近出现滞涨的压力啊，那么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做空点。而如果它能够快速的突破站稳，是吧？往上去破掉箱体的上沿，那么后续还有机会能看反转啊，但那种可能性比较低啊，因为这一波下跌太过于强劲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PLTR 它也是相对的超跌啊，然后到了一个白玉之后，但是它的反弹力度在昨天是比较弱的，说明整体的一个资金动能不强。好，这种情况下就也一样的。你反包之后可以看一个超跌反弹，但目前是做了一步啊，所以整体的资金做多的意愿不是很强。下沿是155.278啊，目前没有产生买点的个股呢，相对就看弱一些。然后再看到 Coin 它是一个白玉啊，比 MSTR 呢差一些些，因为它没有白玉消失和反包出现啊，所以当前只能说也是弱一线。所以如果要看涨，那么还是看 MSTR 可能会比 Coin 要好一些。它唯一好的就是它可能离这个黄色带的空间还大一点，197.321啊，所以目前这里主要是没有消失白玉，但是买点是有的，因为它略微的突破了左边的高点啊，所以整体来讲还可以做超跌反弹，但是不是很好，就是它的白玉没有消失，最好还是能够等一个白玉 K 线消失突破啊，那么会好一些。我们再看到 core 位啊，上期视频我们讲过 core 位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啊，可以作为一个关注点。那么这里不太好的地方啊，就如果当时是第一个蓝色 K 线就反包就止跌，那么其实龙门线的突破回踩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这一次呢，它跌多了一点，它在这种相对震荡的下沿附近，它又往下跌了一下，就跌到了之前相对下边沿附近啊，虽然还是一个低点抬高啊，但不太好了。
不过它就是有了一个下跌破1根2根的一个绝处逢生的一个买点所以目前就是破了飘带，就说明趋势走弱但有可能是砸盘，它这里得要去新高才行但是因为离得比较远，所以这个一次性新高的概率会低一点点所以当下先站上飘带，先站稳再说，再往上看如果连飘带都站不稳是要往下落就小心了，这个趋势确实是走弱了，这个地方可能就只是一个下跌中继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底部，所以一定要站稳飘带先。飘带的一个价格92.597和91.199它得要站上，不能在这里出现压力滞涨要站上，然后回踩不破可以再往上去看的这个龙门线然后能过龙门线，基本上这一波下跌的风险就解除了所以一步步的去跟踪当下就是有买点，左侧右侧都有。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美光科技，美光科技的话就是下跌到我们的长带附近出现了止跌，但是买点不明确，它只有一个晕线出现之后的止线买点，它都没有突破母线，所以母线高点这个阴线作为一个压力，飘在上沿也没有站上，所以整体止跌力度呢比很多个股要弱一些些。这个股票走到这里可做交易也可不做交易买点的性价比不算很高，因为它在周线上已经走到了9转的8号 K 线那么下周基本上就9号 K 线，那么这里反抽一下9号 K 线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短线可以去做一波再次的冲高，但是从我们的一个周线来看，你在做大级别的交易的时候，这个地方再去做相对大仓位的买进就没有太多必要最多就看一个短线，短线上目前也不算是很强的一个标的，只是说还有空间但是空间不算很多，短线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机会，但波段呢走到这里偏末期了。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LP 是我们最近关注比较多的，它呢也是跟这个 OKO 同样的格局，但这个格局下呢，它没有受到指数太多的影响，哪怕指数最近跌得很厉害它还是比较砍跌的，所以跟 OKO 它的形态相似，但是就是它的资金的一个坚定程度有点不一样。这里是不是也还是个龙门线附近产生的一个中枢中枢，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它会这么跌，就跌破中枢反抽走压力，然后再向下，这种是最为风险的，说明它的下跌空间可能就是要延续之前这种下跌。好，那么现在是在这种中枢之中走出盘整而后砍跌的动作。好，那么我们就希望它不要跌破这个中枢，而后能够往上走，是吧？踩稳，那么这个地方就有机会走的是一个中期调整结束，而后中期的看涨，就是比较大的波段但是指数环境不是很好只是因为它砍跌，所以还可以关注一下。那目前我们整体的仓位呢，就是不要太重整体最好等它确实走出这种方向性了，是吧？在这种位置出现的震荡调整后再去加仓在此之前目前是个黄色飘带所以目前这里是一个压力一定要强势站上然后再看涨，否则这里要是就有压力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这样的话就可能是另外一个 OKO 了所以要看一下这种结构，中期底部呢要跟踪和持久的去发现它的推动，不能够一次性直接放太多仓位这一定要注意的。一般这种结构要分仓去看待。目前看到龙门线是60.088，然后上方的飘带的压力呢在63.5附近是一个压力区。以上就是2月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